你好，我是老魏，你的中文教练。很多人认为学中文口语需要两个人，找个中国人对话是最好的练习中文口语的方法。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把中文口语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从不会说中文到会说中文，第二阶段是从会说中文到说得更好。如果你是处于第二阶段，中文对话练习对你是有用的。如果你是处于第一阶段，你还不会说中文，你可能不需要做中文对话练习，独自练习中文口语效率更好。老魏给你描述一下一个中文老师在一个典型的1对1中文口语课中的感受。刚开始呢，我会以正常的语速说一段中文，目的是试探你的中文水平。然后我发现你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你就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这个时候我就要迁就你，我就降低语速，挑选简单的词和句子和你聊天。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听懂了你本来就能听懂的，你本来就听不懂的，到最后你也听不懂，你的听力不会有什么进步。然后轮到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在脑子里面先用母语想好了一个句子，然后在大脑中苦苦的搜索对应的中文词语，然后用你知道的中文语法去造句，通过大脑中的翻译和造句，然后你终于说出口了。开口说了一半发现说错了，你就停下来试图去改正，然后你就变得结结巴巴。而我在等待你说的时候，必须要去猜你在想表达什么，然后我把正确的中文句子说出来，你就跟着我重复。你重复的时候会出现错误，我就去纠正你。这样一堂1对1的口语对话课持续大概40分钟，其中30分钟被用于尴尬的沉默、等待、互相猜测对方的意思，不断重复的纠正错误。实质的对话大概只有30句，但是在这30句中，你新学到的表达方式大概只有3句。这3句话你能保证你不会忘记吗？你能保证自己随时都能说得出来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第一阶段的学习者没有必要去上1对1的中文口语对话课，花40分钟时间，几十美金，只学3句话。那照这样的进行，你需要花多长时间，花多少钱才能流利的说中文？这样练习中文口语产出投入比太低了。注意我不是说中文对话练习效率太低，我是说你不适合这种练习。为什么不适合？因为目前阶段的你听不懂中文。听懂中文是练习中文口语的前提条件，至少有2个原因。原因一，在对话中我们要做2件事，听和说。当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选择自己熟悉的词语、句型去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回避自己不熟悉的词和句型。但是当我们听的时候，无法回避任何内容。一句话只要有一个关键词听不懂，整句话就都听不懂。听不懂了，你如何回应？对话如何进行？原因二，如果你听不懂中文，那你不可能用中文思考。如果你不能用中文思考，那你说中文的时候就是在大脑中翻译、造句。如果你说中文的时候需要翻译和造句，你的口语是不可能流利的。中文里有个词“十聋九哑”，
意思是说10个聋人里面有9个都是哑巴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你无法在听不懂一门语言的情况下流利地说这种语言。如果你听不懂中文，对话练习是没有办法让你说中文流利的。当然，对话练习也可以帮助你提高听力，但是效率很低，它不是专门针对听力的训练。如果你现在还听不懂中文，你应该去练听力。听力练习的作用是帮助你从不会说中文到会说中文，而口语对话练习的作用是帮助那些已经能听懂中文的人。口语对话练习帮助第2阶段的人把中文说得更好。和母语者的对话主要有3个功能。功能1就是帮助你突破心理障碍，就像我在怎样像母语者一样学中文6步指导里面提到的那个泰国女孩，她已经能听懂中文了，并通过朗读建立了中文表达体系，但是她还是不能说中文。我用了1周时间和她进行中文对话，帮助她突破了心理障碍，建立了信心。从那之后，她就能流利地说中文了。功能2，帮助你纠正错误。当你能说中文之后，你的口语中还是会有很多的错误表达，你自己是很难发现这些错误的。但是母语者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他们可以帮助你纠正错误。母语者也可以在对话中指出你的口音问题，但是要帮助你纠正这种发音的错误是很难的，你还是得靠听力和跟读去改善发音。功能3，他们可以教你一些更高级的表达。在和母语者的对话中，你可以对比自己和母语者的表达方式，这样你可以学到一些更高级的词汇，更地道、更简洁、更高效的表达方式。所以你可以看出，口语对话练习的3个功能，对于中高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是有用的。然而对于大多数中文学习者来说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不要着急去找个中国人做口语对话练习。大多数中文学习者目前都是处于第1阶段，把时间花在听力练习上是更值得的。听力是我们输入中文信息的唯二方式之一，不要着急去输出，你输入越多，输出的才能越多。好，关注老魏，你将用中国的方式无痛学会中文。再见。